虽然女人会常常把衰老挂在嘴边，但其实男人也很害怕衰老。那男人衰老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：腿脚无力疼痛。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衰，男性朋友如果早上起床后腿脚无力、肿胀，并且有疼痛的感觉，就说明身体开始衰老了，要多注意保养才行。表现二：大量掉头发。很多男性早上起床会发现枕头上有大量头发，那中医认为肾者其华在发，如果大量脱发，就可能是肾功能下降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。表现三：排尿异常。身体健康的男性晨起排尿也应该是有力顺畅的，但如果出现排尿无力、尿频、尿急等情况，就可能是前列腺衰老的表现了。这三种表现如果占了一个，也要多注意保养，平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没事儿多进行体育锻炼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吃点黑枸杞，黑枸杞有延缓衰老、滋养肝肾的功效，对男人身体健康。话说千寒易除，一湿难去，体内如果有湿气的话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影响。那如何知道体内是否有湿气呢？可以从下面3个表现判断。表现一：大便不成形。若排便时出现大便不成形，而且很黏腻，经常粘在马桶上的情况，那么就可能是体内湿气太重了。表现二：四肢无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四肢无力，身体很疲惫，而且还没有精神，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种表现，需要及时的祛湿。表现三：食欲下降。当体内有湿气的时候，人的胃口也会下降，看到什么都不想吃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也需要及时调理。若要出现上面这3种表现，就要抓紧祛湿了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排出湿气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然后将自己的右脚抬起来，脚背绷直，用右脚的脚背去踢左腿的小腿部位，可以从小腿的肌肉开始，一直踢到脚踝，这样踢49下，然后再换左脚踢右腿，也是踢49下。这样踢腿可以刺激到承山穴，那承山穴有运化水湿、固化脾土的作用，所以经常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排出湿气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男人身体呢是不是强壮和肾脏的强弱呀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呢肾脏不好，你可能就会感觉头晕啊、心慌啊、腰膝酸软啊、乏力呀。那怎么能让肾脏好呢？怎么能不试试下面这个养肾小动作呢？这个动作呀就很简单了，就是跺脚，大家呢都应该会。跺脚时啊，最好呢穿平底鞋，双脚交替用力的跺地面就行了。力气啊就用踩一个空矿泉水瓶的力度，做呢3到5分钟。跺脚啊可以导浊气下行，有养肾提升阳气的作用。那男性朋友啊每天坚持做一做，提高肾脏功能，前列腺也会很健康的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呢？生活中啊总有人捂着腰开玩笑说呀自己肾不好，那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啊试试多吃一种食物，还有做好2件事哦。食物就是芋头了，芋头既好吃又营养，芋头含有大量的淀粉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经常吃一点有养肾护肾、保护肠胃的作用。还有做好2件事，第一件事啊多泡脚，每天泡脚呢15到20分钟，泡脚时还可以按摩脚底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第2件事多运动，不要啊再宅在家里了，每天多运动运动，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、强身健体，肾脏也会越来越好哦。要分布很多内脏经络反射区，通过伤脚我们是可以判断出肾脏的健康与否的。如果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肾脏还不错。先看脚趾甲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脚趾甲和手指甲一样，也是有月牙的。如果发现自己脚趾甲月牙很少或者数量很少，就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体内缺乏营养物质，肾脏得不到滋养，这时就应该注意养肾了。再来看脚趾，小脚趾是足少肾经的源头，如果小脚趾粗壮厚实，那么这是肾气充足的表现，但如果小脚趾瘦弱，就要小心肾气不足了，也要抓紧调理。最后看脚掌纹，伸出自己的脚，看一下脚掌的纹路，如果脚掌纹很深的话，就可能是肾脏不太好了，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。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养肾护肾。这个动作就是扫耳搓耳。
自然站立，双腿屈膝，先用左手叉腰，右手扫耳朵2次，再换右手叉腰，左手扫耳朵2次，最后再双手交叉搓拉耳垂，这样为一组，每次做50下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这样搓耳朵可以帮助养护。好了，沈哥，你说。我最近腰总疼啊，是不是跟肾有关系？哎呀，其实肾好不好和腰疼不疼啊，关系还真不大。如果呀想要观察呢一个人肾好不好，可以伸出小拇指看一下哦，因为小拇指啊和肾脏呢是有密切关系的。首先，如果小拇指指节粗细不一样，形状发生呢异常改变，就可能啊是肾脏功能出现问题的表现，建议大家呀最好呀去检查一下。然后呢就是小拇指的指甲。如果小拇指的指甲气色差，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的白斑，这也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。那上面啊这2个情况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那说明肾脏还算不错哦。大家呀可以伸出自己的小拇指看一下哦。还有平时一定呢要多注意养生。早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。你有病啊，起这么早？那我有啥办法呢？又失眠了。当当当当。今天木子啊要给大家说的呀，就是缓解失眠早醒的一个小方法，就是呢刺激小拇指这段的心经，可以拿家里的刮痧板，然后从上往下，也就是呢往小拇指指尖的方向刮，可以稍微的用些力，刮的时候呢会有些酸胀疼痛的感觉，那这样左右轮流的刮50下。每天这样坚持，心经通了，对改善失眠呢是有很大帮助的哦。那每当睡不着的时候，有些人啊数羊数到天亮，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！那上面教你们的这个小方法，赶紧试一试吧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妈，1点了，还有6小时就上班了，快睡。妈，2点了，还有5个小时了，快睡呀！3点了，还有4个小时了，你倒是睡呀！4点了，还有2小时了，不睡了。小时候啊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那猫头鹰会不会失眠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呢。一般呀，失眠的人呢分2种，一种就是我这样的，想睡睡不着；还有一种就是晚上蹦迪、撸串、打游戏的。那这种说的难听点啊，就是我拿青春赌明天呀。那该如何缓解失眠呢？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2种东西：桂圆和酸枣仁。桂圆中含有硫胺素、核黄素、尼克酸等成分，那酸枣仁中呢还有多种氨基酸、生物碱。经常失眠的小伙伴，每天睡前用这2物泡水喝，能够帮你呢镇静安神，让你打雷都不行哦。不知道上面的这个要说秋天吃什么好？吃啥好呢？那不得不说就是萝卜了。沈哥，你听说过10月的萝卜赛人参，萝卜上市，郎中下市这2句话吗？没听过。那萝卜有啥作用啊？那下面呢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萝卜含有木质素，经常吃啊能够帮助软化血管，保护血管健康。萝卜呢还可以和一些食物搭配着用哦。萝卜和羊肉一起炖着吃，有补气养血、滋养肝脏的作用。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喝，能化痰消肿。萝卜和梨呢一起榨汁儿喝，能够润肺化痰。最后呀，萝卜和大葱煮汤有散寒止热的功效哦。那具体方法呢，我就不说了。现在血压高的人啊越来越多了，也逐渐的向年轻人蔓延。当血压高时，经常呢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那该怎么调节血压呢？可以试着按压手上的降压点。这个降压点呢，就是神门穴。神门穴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。神门穴是手少阴心经上的重要穴位，在手腕上腕掌侧横纹尺侧端，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从小手指延伸下来，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。找到之后，可以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进行按揉。
睡前按揉5分钟左右，两侧都要按到。神门穴有很好的宁心安神、补益心气的功效，经常按摩对降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心悸、失眠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高血压除了用药物和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少吃咸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帮助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也可以预防血压升高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